修行秘密，如何瞬间获取无限的能量？上，人心在充满慈悲心、包容心的时候，时空的能量会源源不断流入你的身体。当你打开智慧之门，你获得的能量将超乎你的想象。当一个人真正发一个大的善愿后，他会在瞬间得到无限的能量。反之，当你内心充满怨恨、恐惧、无奈、嫉妒、烦恼的时候，你的能量会迅速流失，加速衰老与死亡。尤其是恐惧，它会让你的能量顷刻间丧失殆尽，失去生命。知道了这个秘密，你该知道如何让身体健康，如何消除疾病了吧？这一切必须是发自内心的，绝对不能是装出来的。虚荣心也是极为消耗你的能量的。人在说谎的时候是很消耗能量的，这点你必须知道。凡人修什么？修健康长寿、快乐幸福，增长智慧，内心充满安详，建造一个充满祥和的能量场。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，就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家庭或单位的时候，如果你有足够的感应能力，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家庭或单位是否和谐。这是因为在这个小空间里聚集着人心念好坏的能量场，这个能量场不仅影响你的心情，更能影响你的健康。还有，在与陌生人之间交往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也会有这个经验，就是有的人会给你很舒服的感觉，让你很有亲近他的念头，而有的人就会让你很紧张，也很不舒服，一刻也不想和他在一起。其实这些都是惑人的心念有关。很久以前的时候，有些德高望重的老中医，他们心地善良，病人到他那里不用吃药，病都能好3分。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充满祥和之气的能量场让病人感到心情舒畅，心情舒畅，病自然就会退去。而现在大多数的医生不是想着如何让病人减少痛苦，而是盘算着怎么才能从病人的口袋里多掏些钱出来，好让自己拿的回扣能多一些。这就是现在人之所以看不好病的其中原因之一。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庭，首先要知道心念的重要性。善念感召的是健康和吉祥，恶念感召的是疾病和灾难。这绝对不是迷信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。修行秘密，如何瞬间获取无限的能量？中，如何获取能量？实际上，整个生命的过程就是能量的获取与释放的过程。除了从饮食中获取能量外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我们还需要从虚空中获取能量。这个能量的获取，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，就是虚、静2字而已。虚极、静笃是道家修炼的最高层次。在这个状态下，天地的能量可以随时为我所得。首先你要静下来，静下来代表你开始减少能量的消耗，而虚才能开始从太空宇宙中吸收能量。而能吸收到什么样的能量，则取决于你的内心。你有什么样的内心，你就会感召到什么样的能量。这就是同气相求，物以类聚的道理。智慧是什么？智慧其实也是一种能量，而且是高级的、看不见的能量。一个人能力的大小，其实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他的智慧。这就是伟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，为什么他们做事就能成功的根本原因。他们的内心蕴藏着无穷的智慧，他们是心念一动，就会调动大量的能量来帮助他完成所要完成的事业。
智慧能量的来源需要我们能虚极静笃来从天地吸取，一个静不下来、虚不下来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大智慧的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一个人拥有的能量大小是和他的心量完全成正比的，他的心量有多大，他吸取的能量就会有多大，能量越大，能力就越强。能量与消耗，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他内在的能量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，做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付出能量代价的。其实无论是生命的过程还是做任何事情，都是能量的收放过程。我们说，当一个人运气好的时候，他往往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内在的能量是充足的。但任何人的能量状态都是在不断变化的，我们要善于把握时机，该钱的时候干，不该钱的时候就要韬光养晦。起心动念皆是能量的消耗，我们的能量消耗主要是通过起心动念消耗的。你每发出的一个念头都是通过能量的消耗来完成的。佛道为什么强调心要清净？其实就是要你减少起心动念，减少能量的消耗。修行秘密，如何瞬间获取无限的能量下一个人命的能量构成。我们知道生活在现实当中的人，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同的，命看起来复杂，其实说透了也很简单。从能量的角度讲，一个人的命无非就是由体能、智慧能、德能三部分构成。再细分的话，德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树根，慧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树干，体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枝叶。一个修炼人修也就是修这三个方面。身体中能量的传递通道很简单，身体中血管就是能源血的传递通道，经络就是能量气的传递通道，神经就是信息的传递通道。经络为什么会不通？为什么会痛苦？经络不通，从根本上讲，其实就是心里有障碍了。心有一处不通，则身体就会对应有一条经络堵塞。心是掌管信息的，而信息和能量是不可分割的，所以能量通道堵塞了，首先要从新信息来调整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道长就曾经说过，一个人他每一个痛苦都有一个罪恶与之相对应，心里的罪恶不除，痛苦就不可能解除。那么什么东西会堵塞我们的心呢？怨愤、恼怒、烦、贪淫、邪恶，这些就是堵塞我们清净内心的罪魁祸首。所以我们要解除身体的痛苦，必须保持一颗无私无欲的清净心。感谢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